美国网红互联网券商罗宾汉在上市的第一天就破发了，很多人大叫这是华尔街的阴谋，是华尔街在用钱投票，告诉世界散户不配投资股票。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的侠盗，他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仇视官僚系统，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就如同我们国内的梁山好汉一般的平民英雄。用罗宾汉做券商的名字，其中的含义还是让人会心一笑。这是一家劫富济贫，能够让我们平民散户赚钱的券商吗？罗宾汉的口号是为所有人提供民主化的金融，主打的是零佣金的交易模式。除了美国金融行业监管局收取的少量监管交易费，罗宾汉不向用户收取任何的交易费用。这种模式不是罗宾汉首创的，但确实是经过罗宾汉而发扬光大。免佣金成了罗宾汉最重要的标签。在罗宾汉的影响下，他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嘉信理财、德美利证券，都开始纷纷的减少交易佣金费用。零佣金的时代在罗宾汉的带领下正式到来，可以说是倒逼整个美国券商行业免除佣金，是罗宾汉目前做的最大的贡献。罗宾汉在2013年成立，两名创始人之前开过一家高频交易公司。罗宾汉的招股书显示，从2015年1月到2021年5月，有超过 50% 的用户是首次参与买卖股票。这就难怪罗宾汉被称为美国散户的大本营。在2021年1月的游戏驿站事件中，以散户为代表的多头和以华尔街机构为代表的空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散户们在网络论坛沟通打气制定策略，然后在罗宾汉平台来下单，最后同仇敌忾的散户们打爆了华尔街的空头。但随后剧情急转直下，有人称1月28日是华尔街最丑陋的一天，很多美国人自由经济的信仰在这一天崩塌了。原因是以罗宾汉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美股电子交易平台在1月28日上午10点几乎同时限制了散户买入游戏驿站的股票。很多散户确实通过罗宾汉这个平台首次买到了股票，并且赚到了钱，但是华尔街的众多机构却对罗宾汉频频开炮。2021年6月29日，巴菲特和他的好伙伴芒格公开批评罗宾汉。芒格说罗宾汉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本质上罗宾汉是在开赌场，但是却伪装成了正经的生意。巴菲特说罗宾汉虽然号称没有佣金，但其实交易佣金都隐藏在交易的价格中，这本质上是一种丑恶的行为。但有趣的是，很多好人正直的人也在支持他。罗宾汉绝不会鼓励人们去买交易成本低的 ETF 指数基金，然后让他们长期持有，比如说50年。相反，你会从罗宾汉那里得到很多看似充满赚钱机会的交易建议。巴菲特一语道破罗宾汉的经营哲学。罗宾汉作为一家公司，自然也是要赚钱的。传统券商收益来源很大一部分上是佣金，而罗宾汉没有佣金，那么他又是靠什么赚钱的呢？罗宾汉的赚钱秘密就隐藏在他的订单流付款模式上。所谓订单流付款，就是用户在罗宾汉下单之后，罗宾汉会把这些订单推荐给交易公司，然后向交易公司收取费用。但是在这一推荐的过程中，罗宾汉并不会把最优的股票价格推荐给用户，而是会把交易费用最高的那个渠道推荐给用户。举个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一个客户下了一个市价单来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场上目前苹果公司挂的卖单有很多，比如价格有133美元、134美元和135美元。正常的情况下，券商会把用户的订单和133美元这个最优的价格进行撮合，但是罗宾汉会选择把用户的订单和135美元这个价格进行撮合，中间的差价就是罗宾汉的利润。当然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因为美股的订单类型有很多，除了市价单，还有限价单、止损单、追踪止损单这些。罗宾汉赚钱的大致逻辑就是这样的。罗宾汉因为这种订单流的付款模式，在2020年12月被 SEC 起诉。在2020年的一年内，罗宾汉至少触发了超过20起集体诉讼。在2021年游戏驿站事件中，因为罗宾汉限制用户交易下单，将要面临大约50起的集体诉讼和3起个人诉讼。针对罗宾汉的诉讼，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2020年的6月，
一名年仅20岁的大学生投资者在罗宾汉的期权交易中损失73万美元，自杀身亡。在这名大学生的遗书中，他写道，他不理解为什么可以通过保证金来购买证券，因为他根本没有开过保证金的权限。另外，罗宾汉显示他的账户余额也是有错误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损失73万美元。罗宾汉在2017年12月开始向用户提供期权交易。用户提供期权交易的申请之后，罗宾汉的期权账户开通机器人会来审批开户，这就导致很多不合格的投资者进入到高风险的期权交易。从2015年到2018年期间，罗宾汉的用户总体亏损了3410万美元。除了这些公司基本面的影响之外，罗宾汉的股票分配也是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很多华尔街的分析人士说，罗宾汉开盘破发是在意料之中，因为罗宾汉预留了 35% 的股票给散户投资者，这些股票价值大约有7亿美元，这和 Facebook 上市的情况类似。2012年 Facebook 上市，有 25% 的股票被分配给了散户投资者，上市的第二天 Facebook 就跌破发行价，之后6个月内 Facebook 一共下跌了 50%， 之后股价才开始进行反弹。另一方面，罗宾汉对公司现员工还有公司的董事的股票解禁限制并没有那么严格，在上市的第一天，这些持有股票的人就可以抛售掉最多 15% 的股票，而在招股书发布的90天之后还可以再抛售 15%。 这些宽松的限制就让罗宾汉在上市之后面临很大的员工持股抛售的压力。相比大部分的传统券商在开户的时候需要填写一系列复杂的申请表格，罗宾汉的开户只需要填写邮箱、设置密码、输入 SSN 就可以开户成功，这就极大的降低了普通人投资股票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投资股票获利。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现实是，股票仍然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投资产品，如果没有一定基础的财务知识，买卖股票获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尤其是罗宾汉经常会在后台引导用户频繁进行交易，没有专业的知识而进行高频交易， 99% 的人都会亏钱，更别提用户可以很简单的申请到期权这类风险更高的交易权限。就像上面的那个大学生的例子一样，他可能在自杀的时候都不明白期权是什么东西，保证金是什么东西。罗宾汉极低的开户门槛和要求给了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资本市场的机会，同时他也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券商行业，消除了大部分的行业佣金。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面，罗宾汉广受诟病的订单流付款，罗宾汉过于宽松的权限审核，这些都导致了散户投资者在点下购买键的时候不能充分意识到风险。如果用户遭受的损失太多，罗宾汉还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集体诉讼，那么他的这种宽松的政策反过来会吞噬自己。总结一下，罗宾汉作为美国券商行业的一条鲶鱼，它的未来前景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罗宾汉对于用户权限的审查是否有改变，对于客户风险的提示是否会加强。如果罗宾汉客户的投资者教育能够改善，相信它的前景还是很光明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创作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